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7号在北京会见傅昆萁率领的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参访团一行。傅昆萁等还走访了小米汽车工厂。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傅昆萁表示，青年代表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在会见中，王沪宁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愿同台湾同胞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希望中国国民党民意代表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一代，多参与到两岸交流交往中来，共同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而在我看来，王沪宁会见傅昆萁一行，其实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回应岛内男女双方长期以来的共同关切。王沪宁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全国政协主席。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不仅邀请傅昆萁一行登陆，而且安排王沪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会见，其中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彼此平等的意味，实际上就呼之欲出了。27号上午，傅昆萁一行在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小米汽车工厂和北京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创新运营中心。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汽车科技的技术能够发展到如此的先进，而且已经不是在世界的一线，而且是超过一线，领先一线，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不少岛内民众也很关注大陆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不少人在网络上感慨又好用又时尚，但是遗憾买不到。我们很希望不是买一部多买几部回去我想电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我们两岸一起来合作，让这个永续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一起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据悉，此次与傅昆萁同行的访问团成员还包括其他16位蓝营现任民意代表，成为自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岛内民代访陆团。傅昆萁在此访临行前指出，民进党当局将两岸推向兵凶战危，导致两岸无法顺利沟通，台湾大量农渔产品无法行销大陆，观光产业也进入寒冬，全台百工百业都迫切希望两岸交流，民众共享和平红利。中国国民党主张两岸必须要和平，要交流，且正在具体实践。因为青年代表整个民族的未来，我们希望两岸的青年能够全面来交流。马英九日前率台青结束访陆返台后，蓝营政治人物接连传出访陆规划。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刚结束在粤访问行程，而傅昆萁此次带团访问，他作为台立法机构里中国国民党党团的领军人物身份，以及当前正值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赖清德就职前夕的时间点，备受外界关注。他自己也强调，这是责无旁贷的公务行程。因为过去无论是连战登陆会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还是8年前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晤，都是属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党对党交流。而傅昆萁等实习人不仅具备民意代表的身份，而且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台立法机构内的最大党，这就使得傅昆萁的此行具备了将两岸交往从体制外深入到体制内的意味。对于傅昆萁这次来大陆访问，民进党方面喊话称，傅昆萁并未获得授权，无法代表台当局谈论任何政策交易。对此，傅昆萁也向民进党喊话称，民进党只能掩住台湾的耳朵与眼睛，所谓抗陆保台，也只能在岛内魔音洗脑。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席李彦秀也表示，民进党没有作为，国民党身为立法机构最大党，在符合规定之下与大陆对话交流，这是应该做的事，不能因为民进党不做就什么都不做。最近1周内，俄军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远程海基和空基精确制导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和军事工业设施进行了35次联合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前线地区发生79次战斗，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和军事装备集中区、雷达站、防空系统、电子战平台、物资仓库等实施打击。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26号夜至27号凌晨，俄军从陆海空向乌克兰发射34枚导弹，乌军共拦截21枚导弹。乌方称多地能源设施被导弹击中，受损严重。
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称，欧盟的供应安全依赖于这些能源设施，乌克兰至少还需要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新一轮对俄制裁，将首次涉及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包括禁止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在欧盟境内转运，并制裁俄方3个液化天然气项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欧盟的制裁将产生反噬效果，对俄制裁只会让美国受益，因为这意味着欧洲工业将为天然气支付更多费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欧洲追随美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实施禁运或限价措施，试图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然而，俄欧油气分家，美国借机向欧洲出口高价天然气，跃升为世界第1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欧洲在能源领域脱俄引发明显反噬效应，形成对美液化天然气的高度依赖，饱受油气溢价之苦。多国能源供应紧张，通货膨胀加剧，民生受到冲击。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的北溪管道2022年9月爆炸后，至今仍无明确结论。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北溪管道问题举行讨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贾表示，恐怖袭击北溪管道的主谋逃脱不了罪责，俄罗斯将为此动用所掌握的一切工具。Но выявлять виновных и привлекать их к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никто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Это как если бы в ход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бийства спустя год следствие пришло бы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потерпевший был убит. Сценарий, который больше похож на театр абсурда.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北溪管道爆炸至今已超18个月，仍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瑞典、丹麦作为事件重要当事方，在开展国别调查1年多后，于今年2月相继宣布终止调查。两国的国别调查没有透露实质信息，没有公布具体进展，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引发国际社会更多猜测和疑虑。中方再次呼吁尽早启动联合国牵头的国际调查，还事情以真相，给世人以交代。当天，国际反恐专家拉里·约翰逊表示，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参与了北溪管道案件。这起爆炸案给德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经济痛苦。2024深圳设计周昨天开幕，本届设计周主题为“设计让生活更美好”，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与国际设计理事会联合主办，吸引了全球设计界的顶尖人才和机构参与。深圳城市形象宣传片《敢为人先》在开幕式上首发，成为传播热点。3、2、1，启动！今年是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称号的第16年。深圳设计产业创新力和设计行业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圳设计也成为具有国际号召力的城市品牌。开幕式上发布了深圳最新的城市形象片《敢为人先》。It was a really cool video. It's inspiring. For one word, it's inspiring. A city that's resilient, sustainable, and even forward-looking. Again, it demonstrates to the whole world that Shenzhen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should watch out for. 敢为人先这部宣传片推得非常及时，让人感觉就是耳目一新，把科技的、文化的和我们理念的高度的融合在一起。我身后的这个大型装置呢，就是2024深圳城市形象片《敢为人先》中所呈现的重要道具，名为“梦想之翼”。我们刚刚近距离观看就可以感知到这个装置的复杂程度及制作难度都极高。据了解呢，“梦想之翼”从图纸转化为实物用了6个月的时间，最终实现了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该装置将在本次深圳设计周的主场馆之一深湾瑞云中心，连同环球设计大奖、鲲鹏奖成果作品展一起持续展出。开幕式上发布了全球设计之都城市深圳倡议2024，业界人士倡议通过设计推动全球合作，促进产业发展，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在深圳什么都可以做，我很期待看20年后深圳会怎么样的。昨天下午，深圳设计周主题活动之一2024全球设计之都城市圆桌对话暨全球设计师大会在深圳广电大厦举行。
来自海内外的设计组织、机构、企业以及设计院校的知名设计师、专家学者和青年创意才俊进行了交流和研讨。So just in the last hour, we've heard from several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opics like AI and also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 design. And here in Shenzhen, we make things for the whole world. So whatever we do to improve and make a better life here, we can help other peop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have a better life. 我们看到这些设计呢，应该说不仅仅是盖得快，而且呢是非常的有这个深圳的特色。真正显出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这个气质。自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授予设计之都称号以来，深圳在设计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在全球设计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圳这座城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设计，能够代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在设计上所取得的成就。昨晚，2024深圳环球设计大奖鲲鹏奖颁奖典礼举行。2018年，深圳开始举办深圳环球设计大奖，今年首次以鲲鹏奖命名，灵感来自中国传统典籍中的神兽形象，也包含深圳鹏城之意。本届鲲鹏奖共收到4876件作品报名参赛，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18个国家和地区，经过25位国际国内评委的专业遴选，最终在城市、工业、时尚、数字、视觉传达5大设计门类评出331个获奖作品。我们会在那个产品的体积方面做了一个大胆的一个大幅的一个裁剪，就是我们比上一代尺寸减少了25%。然后，但是我们的功能丝毫没有落于就上一代。然后呢，就是它的屏幕呢，也可以做一个全方位的360度的一个调整。这样子呢，就是即便再小的手术室，再极端的地方应用场景，它都可以就是从容应对。我们就做了5条鱼，给它化成的一条龙，因为化鱼成龙，巨人为王，可以表现出来我们一个小小的个体，通过个人的奋斗，通过时代的这么一个氛围，通过深圳的这座城市的精神，我们可以来讲的话，做出来自己的一番事业。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张玲表示，深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设计之都建设，着眼于打造高品质创意设计活动孵化平台和设计之都建设的核心平台，对深圳设计周的定位和运作模式进行重塑、重构、重建、整合策划，激发全市全域全年设计活动和资源，创新策划推出新载体、新品牌，全方位构建永不落幕的深圳设计周。